很开心能够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那这个赛季呢是主题赛。一上来呢，导演说给我介绍一下主题赛段的2个主题，一个呢叫别人笑我太疯癫，一个叫不上班你养我啊。问你需要手卡吗？我说不用，这都专业主持人了，这还能记不住吗？一集是不上班你太疯癫，一集是别人你养我啊。好，我其实知道这一期的主题呢是不上班你养我啊。那我呢确实离不开工作。之前呢，我跟周先生就参加那个婚恋的综艺，原本呢是周先生不太想去，但是呢他说还是参加吧，你身上没有光了，这个不行。然后呢我们俩就高高兴兴的上了节目，还喜提了热搜。周一围不善表达，朱丹不善传达。这回好了，我身上是有光了，脸上没光了。节目播出之后呢，网友还编段子，说如果周先生说我可爱的像只小笨猪，我就会说我老公说我笨得像只猪。我也担心这会不会困扰到周先生，那我是不是出来澄清一下？他说大家开心就好，你不用出来说什么。你们都听到了啊，他不让我出来说话，我一个字都没改，对吧？我知道呢，因为我的转述，很多人误会了周先生，也都怪我。明着秀恩爱吧，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想委婉的秀，不用太直接，稍微有内涵一点。没想到透过屏幕就成了内涵我老公。不过呢，这个恩爱也算秀成了，不然以我说的那些话，他要是不爱我，早告我了。周先生，我爱你哟。真的很感谢周先生，因为演员是不愿意过多在镜头前暴露自己的，但是呢，他为了我却愿意上这个类型的真人秀。试问天底下还能有第2个人能够让他这样吗？有，张颂文。张颂文一叫他就去人家那节目了，我夹在他们俩中间就像个电灯泡一样。那一刻，我身上真的有光了。今年呢，我工作上最大的突破呢，就是参加了浪姐。因为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些环节做了串场的工作，那很多人呢就夸我主持能力强。这话是不是有点奇怪？我参加了一个唱跳节目，然后呢，居然被人夸是个优秀的主持人，这倒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路。只要我不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我就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所以今天呢，当我得知我是来当嘉宾的，我就知道今天我能够好好的主持一下了。其实呢，去浪姐挑战挺大的，毕竟呢我是零基础，我不会唱跳，我只会记歌词。不过呢，我也没那么高的预期，就是想说突破一下。那在那里呢，姐姐们还经常鼓励我说，我有希望能够成为唱跳大神。回家之后呢，我就跟我老公说，他们说我跳大神。周先生说了，哎呀，你我是了解的，你应该是转述有问题。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就跟姐姐们说，我老公说你们有问题。虽然很难啊，但是我真的还是坚持了下来。身为女性，虽然做妻子、做妈妈也让我感到很幸福，但我还是很热爱我的工作。因为工作的时候，我才是作为朱丹被大家看到。因为之前叫错了名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敢出来工作，我不敢主持。但是今天我来到了现场，我觉得我之前有点多虑了。主持人的工作，哪怕主持人不敢，也有的是人敢。其实网友们说的那些梗呢，我一开始确实还有点介意，但是太多了，心态也变了，也还觉得挺好玩的。我是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是当我再次拿起话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在发光。希望你们也同样觉得。谢谢大家，我是朱丹。哎，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哎，感谢大家啊！上来给后面的演员开个场，我要不开场我都不玩这个，谁玩这个？但是开场很难啊，所以我今天就尽力吧。开好了，对于后面的演员是个帮助啊；开的不好呢，就当对他们的一个历练吧啊。如果没开好，各位就接着帮我鼓励鼓励他们，好不好？好。
开场还是得聊一点有共鸣的话题啊。想必各位都有父亲，我就知道这个可以啊。巧不巧，我也有一个。为啥聊这个？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不上班你养我呀，这就是我爸现在对我的期待。因为他现在退休了，他有退休金，但是他炒股，所以约等于没有退休金。我爸按照自己的经验就觉得，人到老年还得靠子女啊，所以他现在就劝我要孩子，特别急啊，动不动就跟我说你咋还不要个孩子啊？都快40了还不要孩子？哎呦，关键是我都没结婚呢。他不在乎啊，他现在比我前卫多了啊。然后还有一次，微信里给我转一个网上的短视频啊，大意就是说人不要孩子，到老了会孤独。我没有回他，我想让他知道，人有了孩子，你得看是什么孩子，对吧？但我现在就知道，这孩子指望不上啊，我还是得靠自己。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为自己以后的退休生活做打算。前2年我就开始买基金，越跌越买，越买越跌，买到重仓。我为啥这样？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巴菲特说过一句话，说你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我就贪婪，但我感觉我有点太贪婪了。就巴菲特看见我的贪婪，他都恐惧。他说：“哥们儿，你还是要个孩子吧。”哎，说实话，如果巴菲特对我说这句话哈，我不反感啊，只要他愿意当孩子的爷爷，我可以接受。立刻给他要一个啊！我还有拍灯的。好了，连孩子妈妈都有了。孩子的干爹也有了。不能再拍了，我怕关系有点复杂。一家人不能再拍了，不能再拍了，再拍我也赡养不过来了。哎，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讲嘛，这个炒股赔钱的段子，但我今天不讲那些啊，我今天就是来分析一下，就为什么股市这么难赚钱，但是这么多年还是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杀进去，包括我爸，包括我，啊，是因为这些人蠢吗？我觉得只是一方面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擅长炒概念、讲故事，啊，比如之前元宇宙特别火的时候啊，很多公司连个产品都没有，只是沾上一点概念，股价蹭蹭就上去了。有句话叫“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现在是风还没有来，但猪都已经站好了，就一排排在这站着，还彼此鼓励呢啊！你信我的，肯定有风，你就在这站着吧，肯定有风啊！你感受感受啊，闭上眼睛仔细感受，屁股后面是否有个小风？然后一回头啊，发现后面有只猪在那儿。哎呀，后面的猪还在这说呢。哎呀，你们元宇宙不起飞，赶紧起开呀，挡着我了。你谁？我谁？我人工智能啊！我得赶紧飞了，我后面还有无人驾驶呢。真的很难赚钱。哎，股市难赚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机构向你推销产品的时候，他总要带一句免责声明啊，比如刚跟你说完，说哎，这只基金收益很好，但马上补一句，但历史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啊。现在是个很好的买入点，但不构成投资建议。总体来说，股市的长期收益好过银行理财，但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哎呀，我听完以后就想，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啊！而且你这话明显就是理性中带着一些蛊惑呀，让人很容易听完以后就恐惧中带着一些贪婪。所以我觉得这招父母应该学一下，催孩子相亲用，肯定比之前管用。你想一下，如果你过年回家，你妈这么催你说：“孩子呀，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啊，长得可帅。”哎，
但历史面貌不代表未来长相啊。以后长成什么样，妈可说不准啊。但你去见见呗，没啥事儿，人年薪也高。哦，但这个也不构成选择建议啊。总体来说吧，2个人过日子肯定比1个人要轻松一些啊。但婚姻有风险，相亲需谨慎。你听完以后什么感受？你听完以后肯定会想，什么风险？啊，谨什么慎？别人在相亲市场被不幸福的婚姻套牢，是他水平不行。妈，你放我进去。你看我给你杀一个7进7出。你就等着看绿不绿就完了。我还看过一组国内的统计数据哈，就男的买基金真的更容易赔钱啊？为啥？因为一般而言，女生买基金她持有的数量少，但是持有的时间长；而男的买基金呢，一般他持有的数量多，但是持有的时间短。就女生买基金一般是这种感觉啊，我的小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啥也不是啊，还有点跌，但我会一直陪着你啊，你是一个潜力股。而男的买基金呢，一般是这种感觉，我的小宝贝，跟着哥，以后按月给你打钱。哟，这只基金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女生可以多买一点基金，但这个不构成投资建议啊。要说有啥建议，就是投资真的没有那么靠谱，还是得找个班上啊，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最重要。你看我现在为啥又来上节目啊，还要给人开场啊？一方面是出于对脱口秀的热爱，但不多啊。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得补仓了啊，因为我最近又看上一只基金啊，这小基金还真的挺不错。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好，大家好啊，我是卡卡。首先感谢这个脱口秀天花板为我热场哈。然后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不上班你养我呀。我为了养自己，7年前就来上海上班了。那个时候住的还是青年旅社，分上下铺。当时只住得起上铺，因为上铺比较便宜，能吃苦的人都住上铺。怪不得大家总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上铺是要比下铺便宜100块钱嘛？下铺是1300，上铺是1200，但我的预算只有1000，当时就很想问房东，您能不能再往上加2层？但也没好意思开口。刚来上海我就知道一个道理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们知道上铺离天花板有多近吗？就像今天这么近。天花板下面就是我。我们总说人生的理想状态就是站着把钱挣了，但我在上铺，别说挣钱了，你都很难站起来，你只能低着头。有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上铺就好像是我们年轻人刚来大城市的空间，就是可以住，但是你很难抬得起头来，一想抬头吧，就容易碰一鼻子灰。有时候我就躺在上铺，我就在想，我离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还有多远？后面我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从青年旅社搬到了我梦寐以求的隔断房。哎，你们别看是隔断房啊，但地段很好，在陆家嘴。每次别人问我，哎，你住哪儿啊？我说我住陆家嘴。陆家嘴具体哪里啊？我说这个你别管。有天下楼散步的时候，我发现啊，那个汤臣一品，你知道吗？离我这个隔断房直线距离只有875米。那一天我终于明白，我离我想要的生活有多远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已经疯了？其实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赶紧回到我的隔断房啊，把那个电扇一开，想让自己冷静一下嘛。
但那个电扇杖每次开的时候就会发出那种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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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声音。有次我朋友来找我玩，刚进屋就热得满头大汗，问我为什么不开电风扇。我说坏了，但我是故意不开的，因为我不开电扇，他只知道我是穷光蛋；我要开了电扇，他就知道我是穷光光光光光光蛋。但我还是依然保持乐观嘛，没办法，我天生比较乐观。比如说我们这个隔断房的那个隔音效果特别差嘛，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墙太薄了，但我觉得总比没有好吧。我还给这个墙取了个名字，叫总比没有墙。来到上海之后，我的很多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来之前，我说实话，我的确会为自己的容貌感到有一点困扰吧。我的嘴巴有点往前凸嘛，小时候同桌老是攻击我，导致我确实有点自卑。但不知道为什么，来到上海之后啊，好多了。因为我发现让我自卑的东西也太多了。我自卑脱敏了，秃嘴算个什么东西？我饭都吃不上了。你不会问街边一个饥肠辘辘的流浪汉说，请问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容貌焦虑吗？不可能的嘛，对吧？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我跟医美机构的那个对话，医生说你这个嘴巴呀，要么做手术，要么是戴牙套，一个4到6万块钱，一个5000块钱，问我想尝试哪一个。一听价格我就知道我要尝试哪一个了。我说我想尝试接纳自己。现在通过脱口秀啊，的确是赚了一些生活费，虽然不多，但也够我自己的生活嘛。我的朋友问，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去做那个嘴部微整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问过我的朋友，我说如果我真的能把嘴巴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的颜值可以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他说卡卡，你听好了，如果你真能把嘴巴这个问题解决了呀，那你简直就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也感谢这个平台啊，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站在聚光灯下。今天的这个开场的位置是我自己选的，不管结果是什么啊，今天我都是离天花板最近的男人。好，谢谢大家，我是卡卡，谢谢，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龙猫，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我叫龙包啊。我今天给大家聊聊我的工作。我在讲脱口秀之前呢，其实我是有一份正当的职业的。我在一家少儿培训机构当老师，虽然现在好像也不太正经了。我刚去的第一天，我们老板就说：“龙猫老师，你教学生之前你得先招生。”然后递给我一摞传单。我去学校发传单的时候，真的很难发得出去，就没有家长愿意接我手中的传单，是吧？他们都在接孩子。就是我发了一下午，我一伸过去他就给我挡掉，一伸过去他就给我挡掉。我发的多了，我感觉我像叶问在跟别人过招。我特别理解啊，有一些家长为了应付我，给我留个什么假号、错号，但我不能够理解的是，有些家长给我留其他机构的电话。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回家就会拨打这些电话。我满怀着惊喜，面带着微笑，我说喂，你好，我们是贝兰朵艺术。他说喂，你好，葡萄籽艺术。你想咋？给我吓得，我说合作一下。当我在发传单的时候，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不太尊重我的人，就当着我的面把我传单一接，直接就扔在地下。有一次我真的生气了，我就说你给我捡起来，把我的尊严捡起来。但是我当时是穿着哆啦 A 梦说的这句话，就那个人完全没有感受到我的愤怒，他反而说：“哎呀，这个哆啦 A 梦还挺可爱的，你还会生气。”我经常在发传单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人无缘无故的打我，甚至嘴上夸着我说：“哎呀，哆啦 A 梦好可爱呀！”真的特别的疼，但是我表达不出来我的愤怒。我有一次被打疼了，我就把头套摘了下来，我跟那个人理论，我说：“你为什么打我？知不知道特别的疼？”就他看到我生气之后，他也生气，他还怪我，他说：“你这个人，你玩不起。我看你这么可爱，我过来摸你一下，你还生气了。”我说实话，我接受不了这种观点，我也过去摸了他2下，我把他摁在地下。真的，我的同事当时就皮卡丘报警了。
警察叔叔来了之后，我就特别的委屈。我说警察叔叔他平白无故他殴打哆啦 A 梦，他看到警察之后屁都不敢放，就低着个头不说话。警察都着急了，说你说话，你为什么平白无故你打别人？给个理由。这个人为了逃避责任，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他说：“警察叔叔，我最讨厌小日子过得好的人。”我在旁边真的非常的吃惊，我说还能这么胡说八道？那你怎么不打我的同事皮卡丘？怎么你怕他电你？发展呢真的蛮辛苦，当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啊。我特别不理解，就是我们这种培训机构的教室会安那种监控摄像头。它的作用是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为了方便上课的时候家长通过这个监控去关注自己孩子的一举一动。但它有个弊端，就是它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小朋友天性都很活泼嘛，有时候课堂活跃起来，我可能就会有点管控不住啊，我可能就会我说，哎，明明乖一点，乖一点，不要跟旁边的孩子吵闹，乖一点哦。我都是带着笑容，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可是大家咱们脑补一下，家长在监控下看到这样的一幕，就他可能会脑补很不好的画面，可能在家长的眼里是小崽子给我闭嘴啊，不再说话了打你信不信？还挂在东方明珠上。后来。我想了一个非常无耻的方法，有一次课堂又吵闹了起来，我看了一眼监控摄像头，我说：“明明，你能不能乖一点？你能不能乖一点？还有你们俩，你妈都在监控这看着呢，你让我怎么办？我真是个天才！一节课下来之后，我开心，孩子开心，家长更开心。有的家长开心到什么程度？一下课就在教室门口等着我。他说：“哎呀，江江老师，我都看到了。哎呀，我儿子这么棒呢，你夸了一节课。”当老师之余，我会讲讲脱口秀。我最害怕的一点就是我在演出的时候碰到我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家长来看我的演出，很尴尬，听着我在台上吐槽他们。有一次演完就在门口，我的学生就把我拦住了，特别的开心，冲过来说：“哎呀，老师，你讲的真棒！”我就知道他在讽刺我。因为我平常在学校叫江江老师，他第一次听到我的艺名，特别的激动。他说：“哎呀，龙猫老师，你的名字特别的棒，我跟你一样，我也非常喜欢宫崎骏的动画。”我说：“宝贝，我叫龙包，不叫龙猫。”而且老师跟你不太一样，是吧？老师最讨厌小日子过得好的人了。好，谢谢大家，我是龙猫，祝大家开心，谢谢各位。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刘洋。我最近还有一个节目也在播啊，然后在另一个喜剧监狱里面服刑。然后我那个节目播的时候，有人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来问我，他说你同时录2个综艺，然后还在写书，然后还在录自己的播客，还在做自己专场的巡演，你这么卷，到底是因为热爱，还是因为欠了裸贷？我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卷啊，主要是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卷不过别人，我给憋坏了。各位，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东方，你也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卷，可以说是东方真卷。我们之前有一个课，这课叫试听课。就试听课呢，就是吸引学生先来听，听完了之后再买后边的课就行。就这个课，我们从标题就开始卷。我为了卖课，各位，我已经豁出去了。我的标题叫“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其实阅读理解只有2个秘密：认真阅读，仔细理解。我硬凑5个，然后我的课没人买。我说那看看销售冠军的课，一看标题我就服了。它的标题原文啊，阅读理解，再也不用阅读。我说大哥，真敢教！哎，完全不用阅读，纯靠自己理解。怎么是朱丹老师也上过这个课吗？然后一会儿给您下跪。然后这老师还有一门课最厉害，这门课叫做1个小时搞定英语的奥秘。这门课6个小时。我说那剩下5个小时干啥呢？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吗？最狠的是这个老师还来卷我。我有一次惊讶的知道，这个老师跑到10个销售组长那边，人手送了一台最新的手机，求他们不要卖我的课。我天，各位，
我当时都惊了，销售组长也惊了。销售组长拿着手机，问心有愧，本来也没人买他的课，何苦破费呢？交给时间不好吗？我也很惊，就为了不卖我的课，各位，你只需要给我6台，我就可以不卖我的课。你给我8台，我可以主动卖你的课。你给我10台，我参加喜剧之王，我都卖你的课。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说这样的课到底什么样的学生会喜欢？答案是所有学生，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就希望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收获。我自己亲身经历，我有一个学生，高考前一天跑到北京雍和宫，站在一个许愿池前，想用他小小的付出获得大大的收获。他掏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扔进池子里，说：“希望神仙可以保佑我考上清华。”哎，真敢许啊！我要是神仙，我一把把硬币抓住，我说：“大哥，真的吗？1块钱，上清华，1块钱，从这儿到清华坐地铁4块钱。”你到我这儿洗钱来了，要命了！我后来来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更卷，但是单口喜剧行业的卷比较客气，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如果大家经历了同一个素材，谁先把这个素材写成段子，那这个段子就归谁。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不光是抢素材，我们还抢去开放麦的共享单车，只要能抢到，别人就讲不了。我们抢到什么地步？各位，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真的。我有一次亲眼看到黑灯，为了赶开放麦，骑上了一辆共享单车。我们当场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黑灯。开灯，我给他开灯。太夸张了。但关键是在这个行业，我如鱼得水。各位，因为我骑共享单车骑得快，也有别人骑得快，但我锁车锁得快；也有人锁车快，但我敢不锁车。我就是这么卷。我为了抢段子，我被车撞了都没关系。我骑着单车去开放麦，然后路上一辆卡车砰把我撞了。护士把我的残骸捡到救护车上，捡的时候也不会耽误我抢段子，我会掏出我的段子本给护士说：“别管我，拿着这个去开放麦，上台念出来，就说是刘洋先讲的段子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小刘。”单口喜剧演员很少团建，因为我们去团建，大家都不玩，都是彼此提防，谁也不要抢素材。你想，如果我们玩着玩着，老板突然掉到水里，没有人会去救他，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看彼此，谁也不要掏笔记本出来记。只要有一个人掏出笔记本，所有人都掏出来。你干嘛？你干嘛？别逼我啊！别逼我啊！要写一起写啊！这个时候我还得在从中调节，我说大家别抢了，一会儿老板完了。看似我在调解，实际上我在向远处的助手发送莫斯电码，记下这个素材。我就是这么卷。可能最后僵持完了之后，然后一看水面，老板已经没影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救他，我们只会掏出1块钱的硬币扔进水里，希望神仙保佑我抢到这个段子。当然，这个多少有点夸张，因为这个时代谁还会为这种情况随身带着1块钱硬币？我就这么卷，而且我不光许愿抢到段子，我还许愿抢到一瓶统一春福绿茶，因为它创新使用了微发酵工艺，温润茶香，如春风拂面，直接就卷到了无糖界。商务段子我都先写了，我就是这么卷。当然，
当然，我之所以这么卷，也是因为我坚信，作为一个创作者，持续创作就是他留在场上的唯一方式。所以我希望我即使到100岁的时候，也在跟这帮演员朋友们比着赛着写段子。我希望到时候我真正能做到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这段子我能写不？谢谢大家，我是犬王刘洋，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我是南瓜。我的工作是个外卖骑手，现在也讲脱口秀，但我讲脱口秀一直很怕，我怕场子没反应，怕冷场。我就特别羡慕我爸，我爸他从来不怕，我爸他是吹唢呐的。我爸的工作呢是个唢呐匠，他有一个唢呐班子，专门在我们农村那边吹一些百鸟朝凤那些曲子，送那些去世的人走。他这么多年已经送我们陕西宝鸡那一片很多人走了，人送外号宝鸡费玉清啊。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我爸这个职业，太好了，因为小时候家里穷，吃饭都吃不好，我爸天天在外面吃席啊。他天天吃席，吃得真好。当然他自己吃席也会给家里打包一些剩鱼剩肉，我很喜欢吃。我从小就是吃那种百家饭长大的，我现在长大了送外卖给百家送饭，也是一种回馈了。我爸现在还在村里吹唢呐，我在外面讲脱口秀，也都算演艺行业。但有时候确实挺羡慕我爸的，就是我平时在剧场演出，底下观众坐的舒舒服服的，有的还翘着二郎腿，还有玩手机的。我爸表演的时候，底下都得跪着。讲脱口秀太难了，讲到好笑你们才笑，讲特别好笑大家才鼓鼓掌的。我爸只要一开口，底下就开始磕头了。我小时候跟我爸练过吹唢呐，练过几首唢呐曲子，还真没想到小学6年级派上用场了。老师当时要报节目，全班没有一个人报名。这个时候我同桌说：“老师，他会吹唢呐，他会吹唢呐。”我老师：“哎呀，你还会吹唢呐呀？民间艺术，来报上好好表现。”就给我报了，然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吹了，吹了2句，吹得校长脸都绿了，差点跪下了。其实小时候活动还挺多的，做什么手工作业比赛，我喜欢去动手，我努力认真的去做，每次拿不到名次。后来发现那些其他同学都让父母帮忙做的，我说找父母，这不是作弊耍赖吗？那回去我也找我爸，我爸做的就太专业了，他做那白事上纸扎的房子太好看了。我当时随便拿了一个带到学校都是降维打击，我看着同学们羡慕的样子，我不要用你爸的业余挑战我爸的专业。我家里那种纸扎的东西还挺多的。我现在在上海送外卖，我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一些超跑豪车从我面前过去。说实话，我也不太羡慕，家里什么都有。我家还有4合院，还有私人飞机。我知道那些东西，我早晚有一天我能用上。但确实啊，唢呐匠这个工作啊，一直他都没有社会地位。我爸一直被人瞧不起，我小时候也经常被一些同学嘲笑我。他们放了学见了我，你爸吹喇叭的，你爸吹喇叭，吹喇叭。我说吹喇叭怎么了？到时候还不送你爸走？我从小都很自卑啊，我一直找不到对象，我知道我很自卑。我前段时间还去相亲了。其实本来还聊得挺好的，聊着聊着，他突然就问我：“那个你爸爸做什么的呀？”我说：“我爸爸他玩音乐的。”他说玩音乐，那做什么音乐的？我说他有一个乐队，平时在我们宝鸡那边巡演。他说啊，那你爸是那种 live house 吗？我说不是 live house， 是 dead house。那你爸这个乐队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去参加那个乐队的夏天呀？我说不太适合，他这个呀不太适合线上，平时接触的都是一些 underground。我爸这个确实不太适合线上，当然他也不适合线下，他适合那些下线的观众。我爸在村里待了一辈子，他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更别说表达自己了。当时有个自媒体博主到乐社，粉丝特别多，他们找我拍一个视频，一边拍我一边在我老家
派我爸妈让我爸对着镜头对我说一些话，我爸对着镜头，哎呀，紧张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那个导演就说：“那你用你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一下吧。”非常自信拿出了唢呐。导演说：“你儿子啊，说他最喜欢的歌是《起风了》。”我爸就唢呐练了一首《起风了》，然后对着镜头对我吹了，把我喜欢的《起风了》吹成了上天了。我爸现在也知道我在讲脱口秀，他非常的开心，我们也算是演艺世家了。我爸非常的开心，我今年也是，他也希望我能走上更大的舞台。我今年也是登上喜剧之王这个大舞台，也是上线上了。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如果线上表现一般，那我回去演线下也挺好的。如果线下再不行，那我就回去跟我爸做下线。好，谢谢大家，真的开心啊！哎，大家，来，我们先回到人间一下吧。我们先啊，我要讲一个我其实从来没有讲过的素材，就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船员，就是在开那种商船，在远洋做驾驶员，开那种大集装箱什么的。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感觉这个工作就是浪漫而自由，但是上了船发现就是这个船上呢就是偏偏没有自由。你知道，就是我们这工资很高，但是我们工资高都是拿我们的自由换的，就感觉很像在坐牢，你知道吗？就只是坐牢的人他是先挣钱再失去自由，我们是每个月按时给的。我们其实一出海就7个月，一出海就要跑7个月，你知道7个月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7个月210天你可以养成10个好习惯。你要是实在无聊，你甚至可以先养成5个好习惯，然后再戒掉5个好习惯。哎，出海半年，归来仍是不良少年。我本来想我环球旅游吧，我是无聊，那我就当环球旅游了吧。但是你知道吧，这不是你决定的航线，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派我去非洲，就一直派我去。我本来有一些航海梦想，想要致敬各路伟大的航海家，但我感觉我一直在致敬郑和。我天天待在南半球，我感觉我头上的旋儿都反了。就是你知道，在南半球待久了，你会特别想念北方，你会特别想念，我好想念我北方的福建老家。我做实习生的时候，反正还是有很强烈的航海梦想，但我发现那些老船员，就是他们完全对这些一切都非常的麻木，他们觉得这个什么航海就是上班，他们觉得一切都很麻木，见怪不怪。有一次我夜航过了一个群岛的时候，我甚至看到过一个火山正在喷发。我说哇，好浪漫！我说二副火山，他居然跟我说，哇，我来了好多次了，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灯塔。灯塔没有冒烟的吧？人家虽然落后，也不至于灯塔烧柴火吧？他对一切都很麻木。我就像有一天我告诉他说，二副路飞那里有个路飞，他会跟我说，我以为是个渔夫，他来了很多次了。那我们去非洲，我们其实是要经过很多海盗区的，我们是要经过海盗区的。这帮人连防海盗都防的一种班味很重的感觉。就是他们防海盗是防给公司看的，好像就是海盗来了无所谓，但是如果公司发现你没有好好防海盗，可是要扣工资的。我们会在船舷边上弄那种一圈一圈那种高压电网拉一圈，其实都没有通电，因为怕电到自己人。然后会挂一个牌子啊，上面写高压危险啊，写的中文。这个电网是国家电网吗？海盗英文都不一定看得懂了，写中文，你说怎么你就赌海盗里面有中国人是吗？就中国人只骗中国人。然后他们会在船舷边上放一个那种稻草人啊，假装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我说都这种时候了，咱就放一个人在那边会怎么样呢？你放一个稻草人在那边，你防海盗还是防海鸥啊？对吧？而且你就是稻草人没有成本，那你要放你就放一排嘛，你就放一排稻草人，万一海盗读过兵法对吧？他一看哇，草船借箭。然后他们请那种为了贪便宜，请那种3个那种安保人员上来保护我们。那3个安保人也不知道哪个国家请来了3个，枪都开不清楚。上船之后要试枪，我们扔了一个油漆桶在船尾飘远，他们就咚一枪打不到，咚一枪又打不到。我说那完了，油漆桶都打不到，那海盗要是化妆成油漆桶，那你不是更打不到？然后那个船长就很淡定，他就说：“哎呀，不要急嘛，到时候就打到了嘛。”我说：“这怎么让子弹飞啊？现在啊？”什么叫到时候到什么？到30年后子弹正中眉心啊！我说你这个枪厉害了，你这个枪打出来子弹延时效果的啊！你这什么弹道啊？你这个弹道是衰迟弹道吗？
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跟着我们跨越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嘣嘣嘣就跑到那个西非的一个叫几内亚湾的地方抛锚，一个锚扎下去，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走了，然后海盗就来了。哦，真的，但那西非那边的海盗，它不是那种很吓人的海，它是那种冷兵器海盗。它的工作模式是半夜偷偷到你的船边，如果你没有发现它，它就会上来抢你的东西。但如果你发现它了，它就会假装自己是在捕鱼。它这个工作模式很特别。我们一般是上班摸鱼，很怕被发现，他们是一被发现就开始摸鱼。然后你知道，然后我们其实大概在那里抛了30天的锚吧，30天锚。然后那帮海盗就天天来。其实到后面我们都很熟了。然后来了之后打个招呼，他就发现我们戒备森严，然后就很落寞的离开，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领导交代说，嗨，今天又摸了1天鱼。但是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只是7、8个人钓上来3只秋刀鱼的，但是他们每天来，每天都抢不到东西，每天开始捕鱼，他们捕上的鱼越来越多。我到了进港前，他们看每天有时候能钓出10几条秋刀鱼上来。真的到进港前哦，他们有些不怎么来了，可能是发现就是捕鱼可能比做海盗挣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对吧？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大概跑了6年船左右，跑了大概6年船吧。我觉得到了后面真的是这样，我明白，就是什么浪漫的东西，你经常去之后，你就会很麻木，你对于一切都会变得很麻木。就是我觉得陆地上的人可能都会在说什么我很想要去马尔代夫，对，我想要去马尔代夫。但如果你经常去非洲，你要经过印度洋，你就天天经过马尔代夫。你经过马尔代夫就跟你经过一家路上的卖某劳一样，就是有的人还说什么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你人在海上，你心中就只有卖某劳。你在船上你吃不到，你船上你就只想要吃你吃不到的东西，你知道吧？船上有大龙虾，但你只想吃小龙虾。因为船上我太想吃卖某劳，因为大厨不会做，你知道，大厨会做华某式，但他不会做卖某劳。大厨会帮你做好什么汉堡，然后牛奶，然后苹果切片放在那边。我说那玩具呢？我记得我最后一个航次大概有跟几个实习生在国外靠了一个港口，然后下地之后，他们跟我一起下地。我说你们准备去哪里玩？他们说三副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沙滩，我觉得很不错。我说去沙滩，你们该不会是要去看海吧？我说我不去，他说那三副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去码头整点薯条吃。谢谢大家，我是来。今天的主题是工作。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 就是北京的大专。对，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对，在网吧开机子。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 就保安。我太喜欢他。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什么？哎，就是扮演假粉丝接机。有意思了，朋友们。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一次100机场集合，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机场快轨25一趟，我没坐过。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咣当，扣我25。我说有黑客。人说孩子就是25，我说你也被黑了。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我大脑一片空白，因为我意识到回去还25。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只能挣45。但是我想没关系，干。到那之后呢，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发海报。先给你50，找艺人签完字结剩下的50，要求是越疯狂越好。我实在是喊不出来。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我看着他，我说，我实在喊不出来。我左边有一个大姐，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那个大姐，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你这不得500？他说我是真粉丝。我说这个比不了。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到那儿我说，哎，
签个名可以吗？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他伸手拦我。我说签个名可以吗？他，哎，我说，哎，无间道，不结尾款。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娱乐圈太黑暗了，连假粉丝的钱都骗，我成真粉丝了。当时知道这事儿之前，我说哎签个名可以吗？非常礼貌。知道这事之后，我看着他，我说我要签名，哥哥。所有人退避三尺。我左边那大姐，你别喊了。我说怎么了？我瞅你像我婆婆。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定要签名。我说签名，签名，没人拦我了，助理也不拦我了，因为只要再拦我，我直接就50。一人就给我签，拿过来签字，签完了给我，我拿过来一看，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还是要害我。还是要害我，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你，再签一个。艺人懵了，助理也懵了，助理说，你要150，黑吃黑。我说我要155，这边。那艺人给你签，你要咬人还是干嘛去？他签一半，他说，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我说差不多得了。50的不含表演，想看完整表演，请开黄金会员。当时我说签名，他给我签完了之后，给我说你看行吗？我拿过来，我给助理，我说你看行吗？助理说行就行。当时呢，我的工作结束了，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那个大姐说：“哎，打个招呼可以吗？”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他直接就往前走。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但我没想到他说：“好酷哦！”我不行了，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你这样吧，我拿一张海报，我说你别问为什么，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领50块钱。他说不，我想要这个海报。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冲击太大了。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说：“哎，干嘛这么大冲击呢？你以后干不干？”我说：“以后我真不想干了。”他说：“你别不干，这活多好啊，就站明星旁边，什么都不用干，给点反应，实在不行傻笑就行，还有钱拿，不干白不干。我想天天干。”我说：“呀，有道理啊，大哥，你怎么称呼？”他说：“我叫阎鹤祥。”我1年没见着明星了。不是明星，是少主。真的，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人设高的，他理都不理你，你站了很多小时，你出去你不理他，完了之后他觉得好酷哦。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我说不方便，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你什么东西？也没观众管我要签名。我在上海演出我上次来上海，一观众说签个名，我说可以。他看着我说笔呢？我说我给你找。我找完给他，他给我签了一个。但是呢，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我才发现人设做的低才好，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首先第一，我的人设没法塌房啊。我怎么塌？我都不是人。我怎么塌？我没得他，我怎么他？我学历造假。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你是清华毕业的，你都得拿一个论文，人家觉得也就这样吧。我不用啊，我在演出北京，我说 sin 30度等于1/2底下大哥牛对学习了我没法塌呀。但是最近网上的确说我要塌了，的确说我要塌了。他们开始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们说付航塌房了，原因是学信网查出付航的学历竟然是本科。
我不想澄清，人都让我澄清，我说不澄清，就这样吧。我也想进步啊。你见过塌房往上塌的吗？连点普通塌房我塌学区房。我呢，发现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我看其他人一说要结婚啊，其他人都说哦不要结婚，不要结婚。其他的观众啊不要结婚，不要结婚。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我说我可以结婚吗？底下观众哎你可以结扎。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当时我就发现我其实这个人设还挺好的啊，没有什么负担，比较真实。但是我发现也避不开。前2天接了一个活儿，甲方跟我说要提供安保，我说如果我演完出还得穿制服给你站岗，得加钱。他说不是，是给您提供安保。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就会出现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保安保护保安。那保安也太安全了。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觉得这个人是谁，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谢谢。大家好，我是杨丽。紧张哈？我反正是不紧张。对，我们今天我不比赛了嘛，就是简简单单开个场啊。你说省得原来每次演完，都有弹幕说演成这样还能这么高的票，就是靠名气吧？不装了，就是靠名气才来这个节目的，跟蒋龙一样。你知道干了这么多年脱口秀，终于不比赛了，你知道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吗？哎，不说了。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这一期我还是准备的非常认真的，不是写稿，主要是练刚才那首歌。你们也知道我的水平，我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说你要想唱好这首歌呀，你就要用更难的歌来练，所以他就让我在家练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然后我就每天在家里想念是会呼吸的痛，练了1个多月，我还行，我隔壁大爷受不了了，来敲我的门说小姑娘，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连呼吸都痛的话，你就不要唱歌了，好吧？你这个痛啊，跟想念没有关系啊！不要再唱了。我刚看新闻说咱们小区的房价突然降了，我怀疑就是让你唱的。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啊，但我就是不喜欢比赛，但我喜欢我的工作，喜欢讲脱口，但我主要是不喜欢和周奇墨一起工作。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受人尊重？我也想要。我嫉妒他，我接受不了。你知道最令人生气的是什么？就是我一边记住他，我又一边忍不住尊重他，因为他真的很令人尊重。就是他不光脱口秀讲得好，性格还特别好，格局还特别大。你看他刚刚演开场，比自己比赛还认真。我跟你说，这个人可以说是把人啊都做绝了，不留给别人一点生存空间。我真的有的时候他坐我旁边往那看一眼，我都喘不上气。他把我搞得我现在都不喜欢好人了，你知道吧？我更愿意跟有缺陷的人待在一起。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跟他说，我说你明天能不能别来上班了？我想跟王建国多待一会儿。他不同意，他说我不上班你养我呀，扣题。这就是不比赛的脱口秀的魅力。我不瞒你们说，他就是我最羡慕的那种人，就是话少。我常常想他是怎么憋住的，为什么我就憋不住？我就是那种话很多，很不容易让人尊重。就是那种别人刚刚觉得说，哎，这个女的好像有点东西了的时候，我就立马多说几句话，向她证明这个女的没有。我这种感觉别人不懂，丹姐原来肯定懂。你说一个人，我就想不通，一个人如果懂得一件事，怎么能忍住不给别人讲？多么自私呀！你别说我懂的事儿，我不懂的事儿我都想讲。有一次我去看一个音乐会，被旁边的观众认出来了，然后他就说啊，杨丽，我很喜欢你。我说谢谢。然后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的音乐理念。然后他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散场的时候，我实在有点没忍住，我说你不是挺喜欢我的吗？他说我是挺喜欢你的，但是我更喜欢安静。人想说安静，我做不到啊，因为我真的没有天分。安
静的。好想看杨笠参加浪姐。真的人真的不能话太多。就如果你特别擅长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你的情绪在别人的眼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我最好的朋友叫阿玉，但是我从来不尊重他，因为我已经认定他的话多且无用。我跟他说什么事儿，他说杨笠，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但相同的事儿，如果我去问周奇墨，他不用说我都能学到东西，因为我默认他懂，他不用教，我会自动的学。比如说，我跟周老板说，我说我想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他说，然后1分钟就过去了。我说你不用说了，我懂。我确实不太适合做老板，我太冲动了。那我要是去做直播呢？他说，我说我又懂，直播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了，而且这个对实体经济都有伤害，我不干啊。那要不我去做导演呢？他说，我说是也不太行哈。那要不我去死呢？你会不会能有所触动一点？你会不会至少能对我说一句一路走好？然后我也没得到答案，我就走了嘛。过了10分钟以后，周老板过来找我了，他说：“杨笠，你刚刚说的问题呢，我仔细想过了，我觉得吧，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谢谢大家，我杨笠。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然后节目组就说，那这期主题你可以刚好聊一下哲学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这咋聊呀？就是没有工作。我毕业的时候，我辅导员还劝我乐观一点，说翔宇，你暂时找不到工作这个事儿呢，它有好处，你就可以刚好保留应届生干净的身份。我光有这个身份有啥用呀？同学聚会，人家说啊，我现在在大厂上班，5险1金顶哥。我说那怎么了？我可是应届生。你已经跟资本同流合污了，我还是清清白白。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我就算饿死，我也是应届生。我墓志铭上就写于翔宇，他的一生是应届的一生，没给资本出过1分力。因为我这个专业确实没有什么对口的工作，我就提前干过很多兼职跟实习。我一开始也干过补习老师，教小升初1对1，所以来上课都是些什么家里开公司的或者拆2代的有钱小孩，搞得我就没有任何立场劝他们好好学习。小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咱好好学习，考好大学，找好工作，过好的生活。但这帮小孩他已经有好的生活了，搞得我每次骂他们我都很心虚。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那长大以后可就只能出国留学了。你难道希望跟你同学一样，就当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房东吗？我求求你了，你就当是为了我学，你让老师挣2个钱儿吧。老师不花，都给你攒着，以后租你们家房子。后来补习老师这条赛道就没了嘛，然后又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那种大厂嘛，就是经常干到1、2点，也没有加班费。我说领导这么干我实在受不了了。领导说这怎么了？这很正常啊，翔宇你学哲学的呀，存在即合理啊。当时给我哲学世界干崩塌了。我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的存在它都不合法，但就合理啊。我都有点后悔读哲学了，我就应该学法学，什么他人即地狱，我想送他进监狱。哎呦，但是我也就是嘴上说说啊，就是完全没活干的时候又会着急上火，还好有京东念慈庵鸡热清帮我降火，6大天然草本成分，像应届生一样干净。因为我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offer 都没拿到。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整顿职场，我甚至想过用《资本论》整顿职场，说没有人可以拿走我的剩余价值。一毕业发现真没人拿，我的剩余价值不会年年有余吧？而
而且如果完全没人用我的话，我这个都不能叫剩余价值。一道菜如果有人吃了，剩下的厨余垃圾都可以勉强叫做剩余价值。而我这种应届生，就相当于那种没有开封的5仁月饼，包装精美，原料干净，日期新鲜，但就是没人动，而且还是会每年新生产出来一批拿来送给老板。老板说：“哎呀，饼太多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现在真的是想卖点力气都难。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今年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撕应届生 offer， 就是春招秋招给应届生发了 offer， 临入职了毁约，说这个岗位没有了，你去找别的活吧。我觉得这不纯耽误人吗？你这个点让人上哪儿找活去？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恶心程度就相当于，比如说今年年初，爱奇艺就定了我可以来录节目，快开录了跟我说啊，我们这边选手已经满了。我说那我咋办？我为了来这儿，我把别的活都推了，我连春招我都没去。你说现在让我干啥呀？你干点啥不都可以吗？你年纪轻轻的一身力气，要不你就去种地吧，少年。快走吧，快走吧，错过了春招，别再错过秋收了。这事儿给那帮大学生都逼疯了，突然没活干了，也找不到工作，都开始在评论区找工作了。就哪个撕 offer 的帖子最火，就在下面留言，说求捞，墩墩，走过路过的好心人，有工作踢踢我。还有个 HR 在下面着补，说这个公司虽然撕了你们的 offer， 但至少给你们保留了应届生的身份。哎呦，您可真是个大善人。我可得感谢你，只是玩弄了我的感情，没有真的玷污我啊！这公司不要脸的地方就是裁员撕 offer， 只要给了点赔偿金就都合法，但你还是会本能的觉得不合理。大家想要的就是个确定感，你上学、上班，人生慢慢走向正轨。现在就是会有人突然把你正轨毁了，然后跟你说：“哎，那你现在自由了。”你的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那才是你牛马该去的地方。我就看着那帮同学蹲在那儿找工作呀，我都想说，要不实在不行，就都来干脱口秀吧。我们这边今年2家大厂都在扩招，既然在哪儿都被当作笑话，那咱至少可以 stand up。谢谢你们，我叫于江宇。Hello， 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毛东。大家好，朋友们。哎，最近你有没有看一个那个消息？就是据说退休年龄从60延迟到65了。看了。我爸今年62了，本来已经退休2年了。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爸吓一跳，他还问我呢。他说：“我这2年是不是算gap 呀？”他以为还要回去上班，朋友们。我甚至觉得他宁愿回去上班。因为我爸他享受不了退休生活，他没爱好。我之前尝试挖掘过他的爱好，我问过他，我说爸，我说你业余时间喜欢干嘛？他说他喜欢抽烟喝酒打牌。我说爸爸，爱好和陋习之间呢，还是有些区别的。爱好，朋友们，一般需要你付出努力；陋习只需要付出一些寿命。我爸说：“那我爱好遛狗。”我说：“遛狗现在已经快成你的陋习了，陋习要付出寿命。”我爸遛狗主打付出一个狗的寿命，他太好遛狗了，他遛狗太狠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有多好遛狗。前几年我老家郑州有一次下大暴雨，我当时看了新闻之后很担心家里，打电话慰问他们。我说：“爸爸，我说家里雨大不大？”他说：“可大。”我说：“水深不深？”他说：“水已经过膝盖了。”我说：“没事就别出门了。”他说：“中。”我说：“你这会儿干啥呢？”他说：“我遛狗了。”他遛狗了，水都已经过膝盖，他去遛狗了。朋友们，我家狗是个泰迪呀，就这么高。我说：“爸，你想让狗死你就直说。”就我家狗那个身高，朋友们，3狗叠一块都活不了一个。正常情况下来说啊，我爸喜欢遛狗，但狗也喜欢出门，完美。直到前2年，我爸开始沉迷一个那种走路
能够攒步数赚钱的那个 APP， 他就开始试图用这个 app 填补他的 gap。我爸自从有了这个 app 之后，每天固定出门为这个 APP 打工6到8个小时，就纯走。我帮他算过，1个月大概能赚1块7毛5左右。而且我爸主要是每次出门都带狗，狗崩溃了。我家这个狗泰迪哦，它叫毛毛，今年15岁了。按照人类跟狗这个1比7的年龄换算，105岁老太太，一个100岁老人，天天跟着我爸出门高效燃脂，6到8个小时。哎，我家狗现在8块腹肌 ，BMI 只有9，体脂巨低，健美老太君属于是。上次我回家，我爸要遛狗，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主动邀请他说：“毛毛，走吧，出门转转吧。”我家毛毛，105岁的老太太，用尽她毕生的智慧和演技，在那儿装傻。哎，谁是毛毛啊？我是毛毛吗？有些忘却了。我爸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说，要不，咱给狗也配个手机，注册个账号，1个月可以多赚1块7毛5。我说爸，我说咱就算这个2手手机500块钱，24年才能回本，而且钱的事儿咱暂且不提哦。24年，毛毛是不是有可能撑不了那么久？狗在旁边说，撑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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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说，手机只要不坏，咱可以换狗啊。我说，哎呀，你挺能啊，爸爸，这么创新的劳动关系让你给发明出来了，世袭打工狗。你想啊，我家狗最开始来我家的时候，也不是因为简历有多优秀，能力有多强，就是因为便宜，应届生嘛，属于是。后来刚来我们公司之后，对领导极尽谄媚，非常能产生情绪价值，一叫名就来，给个饼就接，还特别能舔。到最后才发现，哦，这领导是个傻缺，天天为了1块多的项目让他累死累活，但他想走也不敢走，年纪大了找不到下家，你出去怎么说？别人面试问你说，今年年纪多大了？过35了吗？刚过一点儿，105了。真的，我家狗现在，我感觉已经对于流浪狗啊没有什么优越感了。之前它是不太看得上外面那些灵活就业的狗的，觉得不稳定，天天在外奔波。现在它也自己天天在外奔波，而且奔波的很稳定。我自己后来发现啊，就是我爸天天折腾狗，我也有责任。我陪伴太少了。有一次我良心发现，打电话给我爸说：“我说爸，最近我忙完了，回去多陪陪你。我说家里缺啥你跟我说，我买。”我爸跟我说，狗说还缺个手机。长这么多，谢谢大家，毛豆是毛豆。我好美是吗？那你养我呀？啊，怎么场子突然变得这么的有点悲伤啊？没有关系，我这一篇是纯骂人，没有任何意义啊！大家好，我叫唐香玉，我平常的工作除了说脱口秀，也做短视频。短视频呢，经常会遇到一些争议。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吐槽了宝宝碗。宝宝碗在网上还挺火的，大家知道吧？知道。就是有一些情侣吃饭，2人点1碗，男朋友拿个小碗给女朋友分出1口，有的还炫耀，说没有被偏爱过的女生不会懂。谁没有男朋友做的宝宝碗，谁就是没人疼。这太好笑了。我就发视频吐槽了这个事儿，谈个恋爱的还吃不上饭了呢。结果在网上被骂了整整2天，说我见不得别人幸福，缺爱，心理变态。更离谱的是骂我寡妇，长得克夫。我说我咋找不到老公呢？已经被我克死了呀！还艾特男朋友来骂，骂贼难听。我说你再骂，我就克你了。
我不光克我自己的福，我还克别人的福，我人尽可夫。再加上营销号的各种搬运啊，这个事就闹大了。当天微博热搜迅速冲到第8，力压马斯克。老外我照样克。啊，来的都是客。热度越来越高，删了也没有用，删了又跑到我其他视频里去骂，株连9个视频。就在我实在受不了，准备要退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啊！转折点来了啊！我的偶像王嘉尔官宣了国内巡回演唱会，咔咔几个热搜，直接把我顶下来了。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我根本不是没人疼。没有被偏爱过的人不会懂。听出来了吗？我已经疯了，跟人家有啥关系呢？但一个普通人热搜上挂一天，就很难不疯啊。我啥也不敢发了，这个活风险太大了。我突然觉得吃男人给的饭也没啥不好的，我也找个人养我吧，谁找不到呢？我连夜注册了一堆社交软件，专门匹配厉害的，啊，最起码得是男硕士，全日制的啊。我的最爱，筛选出很多，有联合国什么项目的大使，福布斯青年领袖，还有探险家，哇，探险家。上一次看到这个 title 还是哥伦布，我很俏皮的给他发了个语音，我说最近有没有发现新大陆？他说他喜欢玲娜贝尔，不喜欢新大陆。这样的口音条件，我俩还聊了3天。第3天，他就想来我家探险。我都不知道我家有危险，我说那你能不能救救我？我把热搜发给他，他说对不起打扰了，你别挂我可以吗？只有一个弟弟没有退缩啊，还得是年轻人啊，他是一个00后，比我小7岁，啊，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坏。弟弟虽然年纪不大，但特别 man，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男子汉。我很喜欢管着我啊，跟我说话都是你给我好好休息，你给我好好吃饭，这也太霸道了。马斯克见了也得叫声总裁啊。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给我买双鞋吧。我说那我还是给你好好吃饭吧。还特别喜欢说我带你去啊，带我去迪士尼。但攻略我做的，票我买的，这个带体现在哪里呢？是带我坐了地铁吗？我会坐地铁呀，要不是你，我都打车了。就甚至我朋友圈发过的旅游的照片，他转发给我说下次带你去。你们可能我发了，是我去过了，我又不是偷的别人的朋友圈。行，那你带就带吧，我看你怎么带。哦，全程就给我买了1瓶水，哦，原来是小额带啊！没有这瓶水我就渴死了呢。我说你可别再带我了，我现在都害怕，将来你走的那一天，会不会也要带我一起走？他说这就是一种说法啊，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面前，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女孩。这也太宠了吧！但现在这个小女孩要自己养小女孩。还要养你这个小男孩，好像比我当独立女性的时候还要独立啊，甚至有点为母则刚了。怎么人家找对象有颜有钱，我找对象儿女双全？他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你发现了没有？就说我这个人嘛，性格太强势了，啊，说在我眼里看不到对他的崇拜感。男人都需要崇拜感，我说你花我的钱，我还要崇拜你，我咋不祭拜你呢？
这小小年纪咋爹味这么重呢？我上网还查了啊，说这种叫爹系男友，这个名字一听就有伦理问题。我这是真的，我这个还存在赡养关系。不上班我赡养你啊！啊，终于扣题了。网上对爹系男友的评价还挺高，说是遇到这种男生会很幸福，会把女朋友宠成宝宝。我一看宝宝，那不行，那我的碗岂不成了宝宝碗？我这不是背叛了我自己吗？所以最后我说，要不咱俩还是算了吧。不是我不孝顺，实在是忠孝不能两全呀。好，大家谢谢，祝你们开心，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大家好，很巧啊，我家也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是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啦。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啊，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理压力很大啊，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她，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真的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克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啊。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他美卓奥，它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5天看到99%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他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所以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他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啊？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啊，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输了，你去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我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
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我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啊，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啊，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那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大家好，我叫史岩，参加这个节目挺开心。真人秀导演跟我说呢，让我给他拍点生活vlog，他要剪片子里头。我说这个生活vlog最近可能是拍不了，我们家最近冷战呢，没人给我拍。他可高兴了，他说太好了，你让你老公给咱拍点冷战的vlog吧。冷战的vlog，知道啥叫冷战吗？谁先说话谁就输了。我这把宁可节目输了，我也不能输给他呀。这个是冷战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更吓人。我们现在说一次话，我感觉我就少点啥，少个器官，有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跟他说，我说帮我找一下眼镜，他说你没长眼睛吗？我说老公帮我给手机充一下电呗，他说你是不是没有手？哎，多爷们儿，我喜欢这种。然后有的时候在单位被领导批评了，我就回家跟他诉诉苦。他说你没长脑袋呀，真的，他要这么说我就不爱听。我要是没长脑袋的话，我眼镜往哪儿挂呀？我回手我就给他了一个嘴巴子。他说你打我干啥？我说你脸上有个蚊子。他说有蚊子你就给他轰走呗。我说主要也不是想轰蚊子，主要是想告诉你我有手。他说那你还挺有脑子呢。是我第二天我就给我们家蚊子都给杀一遍，我怕蚊子落我脸上。我可真有脑子。但是有脑子也整不明白孩子。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小孩，今年10岁了，这是跟你们说，搁外头我都告诉人家8岁。我特别害怕，就是别人通过我儿子的年龄，完反过来推算我的年龄。哎，我怎么回事？我就突然感觉自己，我说我们家孩子突然之间这么大了呢？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其实刚才跟你们也没说实话，其实12了。哎呀，咋这么大了呢？这么大个孩子，真的当家长这些年净上当了。前一阵有一个兴趣班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最近新招了一个老师，30多年教龄，让我去试听去。我去听了一下，我说你这个不止30年吧。你这个最起码得有80年教龄了，比我说话还慢呢。我说你说话这么慢，一堂课能讲几个知识点呢？我这2年咋骗钱的我不知道啊。孩子还是应该少上点兴趣班，多看点书。我就给他买了几本作文书，这作文书前边讲的可好了，翻开作业给我吓一跳。他说请你和莫言比一比，看看谁的描写更生动吧。我儿子还能跟莫言比，咋的？我儿子是余华呀，余华也不能同意呀。再说了，我也不能同意。余华都60多了，我这个我12我都嫌大。而且你跟现在的小孩沟通也很费劲，现在的小孩满脑子都是互联网思维。
前2天我儿子跟我说，他说妈妈能不能上闲鱼上给我收一本写完的暑假作业呀？我说孩子，闲鱼上都是没写的。他说那正好把我这挂上，我这没写。然后有的时候也挺担心他早恋的问题嘛，我就侧面的问一问，我说孩子，你们班有没有那种小孩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女朋友的？他说妈妈，基本上都有了。我就特别紧张，我说呀，我说孩子，那你有吗？他说我没有，我是一个孤儿。我都不知道他是明白还是不明白。而且你培养小男孩是吧？你还得给他听点英雄的故事，培养他这个男子汉的气概。所以我之前就给他听点那个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单田芳你们知道吗？讲评书的一个评书大师。要不知道的话更好，就千万别让孩子听了。我现在都不太敢回家了。我一推开门，我说孩子，妈妈回来了。哇呀呀呀呀呀！妈妈来得好。我说孩子，你那个作业写完没？妈妈给检查检查。妈妈拿命来！我说我咋睡不着觉呢？总想要我的命，我现在天天晚上感觉有人要害我，总想要我命。我看他是真想当孤儿，但是想当孤儿也挺好，最起码这个事儿我老公可以参与一下了。我有的时候就特别不平衡，我说为啥带孩子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呢？我就问问我老公，我说为啥就耍我自己呀？他说因为你是他妈呀，为母则刚。我说那你呢？啊，我为富不仁。真的，我有的时候就在想，我说真人秀什么时候能介入一下我的婚姻呢？啊，就邀请这些摄像的大哥上我们家也去架几个摄像机去，那样的话，我老公在镜头前边多少能呈现一些他的优点。完了，万一哪天他要是表现不好的话，我就给他淘汰，我换一个男嘉宾。讲到这儿吧，谢谢。好，大家好，我是刘仁成。我很喜欢这期主题啊，因为我小时候真的跟星爷一样问过我爸这个问题：爸，不上班行不行啊？因为我家是做铝合金门窗的嘛，所有的活都在家里面干，真的很吵。从小我就知道居家办公的坏处，影响家里人心情，导致我很小就很有道德压力，看着我爸这么辛苦的干活，不帮忙吧，于心不忍；帮忙吧，真不想帮。哪有小孩8岁就喜欢打螺丝的呀？先天流水线剩铁，导致8岁的我竟然跟中年男人一样，放学了之后不回家，就找个小公园坐着，什么都不干，叹气。旁边中年人看着很奇怪，小朋友你怎么了？我说哎，跟你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说什么经啊？我说铝合金。我家工作真的很辛苦，大概7、8年前吧，我在家干活的时候，当时是特别热的天气，跟最近差不多，特别热。我家接了个活，去装栏杆，我当时不太愿意接，太热了。我说你在哪装啊？他说18楼顶，给我气坏了。这么热的天，18楼顶，怎么嫌我离太阳不够近呐？39度的天，18楼顶装栏杆，你什么人呢你？那老板说我可以出2000块钱的高温费。哦，原来是个慷慨的人。那是我人生中最热的一回，毫不夸张，大太阳在头顶上炙烤，滚烫的风从下往上袭来。2016年那个夏天，我明白了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真的，我这辈子跟我爸没有那么熟过。工作很辛苦，但辛苦也是有意义的。我家很早就买了车，那个车大家也很熟悉，大家可以猜一下，给你们一个提示。哦，有朋友猜到了，对，就是电3轮。
小时候我跟你们一样失望，真的，因为这个小孩很难喜欢那个东西。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看到我爸骑电三轮来接我。就你们可能听过一句话，已经很流行，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面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你看话都说这么难听了，他都不好意思拿电三轮举例。坐在电三轮上哭笑不得。有一回我记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偷偷把我们家轮胎气儿给放了。我心想这明天总不能来接我了吧？没有用，还是来了。电三轮太稳定了，2个轮胎有气儿就够了。那天我爸就这么歪歪扭扭把我送回了家，哇，真是弄巧成拙。那天之后，同学们都传我把电三轮压塌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很幼稚。我小时候对我电三轮这种嫌弃是没有道理的。电三轮什么都没有做错，他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比普通电瓶车多一个轮子而已。多一轮怎么了？我现在就想多一轮。能多一轮是一轮，3轮不够，我要2个3轮，我要走6轮。但随我数学之后嘛，我也得去骑电三轮送货。长大不一样，很快就坦然接受这个事实。我发现其实我还挺喜欢骑电三轮的，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气质就像骑电三轮的。就在路边随便辆电三轮，只要我坐上去，你就感觉那是我的车。大家不要小瞧电三轮，我给大家安利一下，姐妹们，真的非常好。电三轮真的很不错，很棒的。电三轮特别能装货，就市面上所有号称自己空间大的 SUV， 都比不过电三轮。SUV 你空间再大，那也是有极限的。电三轮，只要你敢往上叠，天空才是你的极限。大家不要小瞧电三轮，现在真的很火，不仅在中国很火，在美国都很火。所以美国人特别喜欢骑电三轮，很多美国人现在只会3句中文：你好，谢谢，倒车请注意。我记得后来有一次我骑电三轮送货，那天装的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多到什么地步呢？就那个货物已经多到，如果我不坐上去，整个车头就会被翘起来。只有我坐上去，才勉强保持平衡。结果我骑着又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上桥了，没过2秒就起飞了，给我吓坏了。我200多斤体重啊，第一次摆脱重力的束缚，怎么这里是风口，我也能飞起来？所以今天讲这么多，大家能发现我的目的了。我想代言电三轮，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哦。就咱们今天的评委吴镇宇老师，他这么好的演员，演过《无间道》，演过那个倪永孝，天天在电影里面演杀手。你们知道他最近代言什么了吗？纱窗，闯入了我的赛道，要跟我分蛋糕。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我发现我确实错怪吴镇宇老师了。他那玩意儿我代言不了，他代言的是防弹纱窗。太夸张了，吴镇宇老师，你这玩意儿比电三轮更适合销往美国。就今天能来这个舞台，我真的很开心。有很多朋友是坐高铁来的，坐飞机来的，只有我知道，我是我爸这么多年骑电三轮歪歪扭扭送过来的。早知道要这么久，我就不放那个气儿了。所以大家应该听出来，我今天这段表演，就是我送给电三轮的一首情诗。古有李白赠汪伦，今有小刘赠三轮。喜剧之王高100米，不及三轮赠我情。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我爸骑着我带着电三轮来接我，那时候我不仅不会害怕，我还会亲他额头一下。我跟我爸说：“爸，别上班了，我养你啊！以后只要你想，你可以永远做电三轮笑，只要你想，你就是倪永孝。”大家好，拜拜。